Canva 呢，不只有制作简报的功能，您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线上简报的工具。那么当您开始进行展示简报，进入到全幕的画面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下方，在这里会有一些所谓的快速键，那么就是您现在看到我们画面右手边，我已经先帮您抓画面出来的位置，您可以利用键盘上的0到9就可以进行倒数计时。例如我按下0就倒数3秒，按下1就是倒数1分钟，以此类推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保持安静，这边就是 Q， 再按一下它就收起来。另外，如果同学回答的不错，我们按下键盘上的 C 就可以帮他放烟火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我即将下课的时候按下 U 就准备再见咯。所以呢，您透过这样的方式，您会发现说我们整个简报的互动是不是就多了很多。当然呢，在这个时候 Canva 不只有这些功能，它还有所谓的简报遥控器。您一定都看过，在简报的现场有人会使用简报控制器，但是呢，现在你已经不需要它了，因为 Canva 要网路有通，我们都可以透过简报遥控器来控制简报的播放。那怎么找到简报遥控器呢？您可以看到下方3个点点，这里就有分享遥控器的功能。每一个简报都有自己的简报遥控器的网址，您可以从这边直接复制连结。无论是您从电脑上打开，或是从手机上打开，您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。我们就可以透过这里直接去操作您的简报内容。例如我在这边按下下一页，我们的简报就会自动换到下一页。您也可以在这里用刚才的快速键帮同学鼓鼓掌，有没有？这些通通都是可以的。当然，这个简报遥控器它也是有限制的。例如，我现在并不想要让别人来控制它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暂停控制的动作。还有呢，它必须是在简报全萤幕的状态下才可以控制。例如，我现在先结束简报全萤幕的状态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遥控器上它就会告诉你主持人已经离开此会议，因为呢，这个遥控器只有在全萤幕的状态下才有作用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同时分享给2个人、3个人，大家就是可以彼此的遥控我们这个简报内容。这个功能在疫情之下，我们做线上的远距分组的讨论或者是报告的时候，其实就非常好用，减少了频繁切换萤幕画面的时间。再来，我们来看 Canva 里面的分享功能。事实上 Canva 很多人喜欢用它，有一个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像我们在这边，我把简报做好了，其实呢，我们按下分享、下载，您就可以发现它所提供的类型非常非常的丰富，不只是可以变成单张的图片，变成 PDF， 甚至您直接下载成 MP4 或是动态的 GIF， 通通都可以。因此呢，您的简报做完，事实上我的影片也做完了。此外呢，其实 Canva 所提供的空间真的蛮大的，您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云端储存的空间。我们不见得一定要把它下载下来才 OK， 按下分享，您就可以取得仅供检视的连结，再分享给网络上的人。此外呢， Canva 也很适合作为线上协同共编。它跟 Google 文件、Google 简报一样，您可以透过分享，在这边直接把对方的 email 加入之后，就可以邀请使用者一起来使用。当然，如果已经是团队里面的成员，您可以打上 email 的符号 @ 就可以快速的找到成员里面的名单，我们就能够轻松的跟这些伙伴来做分享。